清明前的曹虾为何被老广尊为广东虾王？来自异国的富贵虾如何练就出独具一格的糖心？高蟹，其貌不扬的红花蟹，一番清蒸冰冻之后，竟然身价翻倍。深蓝色的花蟹不加一滴水，干锅烧开的鲜才令人叫绝。老广的味道之虾兵蟹将。螃蟹长相凶横，横行霸道。自打第一个人吃过螃蟹，这种硬核小怪物就俘获了中国人的胃。说起虾和蟹，很多人喜欢，几乎无鉴南北，不分雅俗。这可能是东西南北餐桌上最没有意见分歧的美食之一吧。这片水面就是临津满的江湖，水底下孕育着的是金贵的黄油蟹。黄油蟹在这几年逐步走入大众视野，身价飙升。今年螃蟹丰收啊，整个池塘都是黄油蟹。20多年前，临津满三兄弟从汕头来到珠江口搞养殖，不经意间拿下了1万多亩的江湖。到如今，已是远近闻名的螃蟹大亨，行内人尊称一声“满哥”。这里有6、7顷亩，养虾、养螃蟹、黄油蟹、银仔蟹、勾蟹、肉蟹、辣炒虾、花虾。这个虾好吃，很新甜。对于螃蟹养殖，金满有自己的秘诀，这也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。主要这个水质漂亮，保持在7度左右。虾蟹都是要吃这个贝壳的，给它下那个饲料都是海里的贝壳。这里1年出黄油蟹呢有几千万块吧，勾蟹、肉蟹也有2、3千万，那个虾呢有7、800万吧。1年那个产值也挺高的。盘算着1年几千万的产值，很是霸气。但是满哥说，其实关键都是看老天赏不赏脸。去年我们的螃蟹呢，就带给台风打了之后，就产量就少了1半。天气如果好一点，没有打台风，就收成多一点。清明前夕，这看似平静的水面下，藏着2种美味食材：烟仔蟹、曹虾。它们即将掀起美食江湖的巨浪。每年就2、3个月的季节。过年到这个清明节前后才有，产完了就开始不好吃了。食客想尝鲜了，这个季节去广州南沙14冲的菜市场转转，肯定有曹虾。曹虾虾壳细薄，爽滑鲜甜，不用去壳就可以直接食用，是珠江独有的虾种，也是南沙的特产。咸淡水交汇形成的特有环境，孕育出这款野虾独特的江湖地位。因此，广东民间流行一句俗语：千虾万虾，不如曹虾。烟仔蟹是青蟹里的处女蟹，是蟹的一生中肉质最为鲜嫩的阶段。烟仔蟹相比肉蟹，味道更为鲜甜滑嫩，相比水蟹又多了一份细腻饱满。买下后，再把虾交给餐厅加工。餐厅的加工方式非常简单，要么白灼，要么清蒸，另加一小碟灵魂蘸料豉油。你搞得添咩中咯？凌晨2点，满哥就起床了。这是螃蟹养殖户的常态，因为白天捕捞，螃蟹会打架，容易断手断脚。为了减少损失，对螃蟹的抓捕行动都是在他们警惕性最低的凌晨时分实施。所以要2、3点就起完这个笼，这要赶时间嘛。等一下那个人家要拿去市场批发嘛。凌晨的海风凉飕飕，黑灯瞎火工作4个小时，才能完成今天出货的量。被捕的虾蟹要迅速进行挑拣分类，以最鲜活的姿态进入市场。死掉的虾蟹可就1分不值了，所以动作要快。
潮虾今天很少，昨天不是进了太多螃蟹了嘛，所以它那个潮虾就不敢进笼。潮虾卖30来块。满哥负责养殖，凤姐负责销售，搭档了10几年，非常默契。等14冲的菜市场早上一开市，市民们就可以买到刚出水的新鲜烟仔蟹和草虾了。今天卖了6、7千块啊，今天少一点。忙碌了一天，满哥中午亲自做菜，给蟹塘的工人们加餐。鲜活的草虾铺到蒸笼上，不需要其他佐料，只放上几片姜和葱段，就能蒸出草虾最鲜甜的原汁原味儿。热石锅直接倒入活虾，用石头的高温烤熟。石烧草虾跟清蒸不同，别有一番火气味儿。烟仔蟹也不难处理，金满最擅长油焗。把烟仔蟹用冰水浸后，热锅下油，干煎15分钟，油焗烟仔蟹就做好了。盐焗烟仔蟹手法豪迈，热锅下粗盐，覆盖烟仔蟹全身，焖上15分钟，用盐的高温来逼熟，蟹肉中带着丝丝咸香。煮熟了的草虾，透过粉白透亮的虾壳，可以看到水红色的虾肉，其味鲜美的源泉来自虾头处金黄色的虾膏。曹虾的虾籽是最鲜美的，虾籽刚孕育时为红色，变褐色时入口最佳，油香滑溜，脆度近似蟹籽。烟仔蟹汁香肉嫩，且带有明显的鲜甜味儿。蟹膏则是水红柔滑，仿似流沙的咸蛋黄，没有黄油蟹的重口味儿，也没有大闸蟹的硬度。膏如温香，肉似软玉，嫩滑鲜甜。三兄弟风吹日晒，满手闲心，却不言辛劳，最终打造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小江湖。10月，广东天气突然转凉，寒意比往年提前降临。廖志成和邓宝豪是连金，也是工作搭档。今天，他们要为自己的虾搭建过冬的安置房，因为他们养的这种虾耐不住低温。这个很麻烦的，有风又搞不了，一副胶纸就6000多个方的了，基本都要20几个。25个人，用了足足7个小时，才盖好了这100多亩的虾塘。面对今年突然降临的寒意，阿成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。到明年清明后，就把那个胶纸卸掉，30度最合适它生长，低于14度那个虾就会死了。就是现在是保温。每天下午，阿成和阿豪都要给虾喂食。他们养的这种淡水虾叫罗氏虾，东南亚引进。胸部长有2只长钳，壳薄体肥，肉质爽嫩，味道鲜美，素有淡水虾王之称。我是09年，当时是因为去打工，觉得赚不了什么钱，就跟老丈人回来养了。今年的行情比较差一点，可能是因为疫情的问题，跟那个消费能力吧。养虾人是寂寞的，因为晚上要守塘，唯有小狗伴在身边。一锅白水，自己养的虾，自己种的菜，一坨粉，就是晚餐了。我的
罗氏虾肉弹味甜，比其他淡水虾有更丰富的味道层次。你日幾隻都飽了，你睇。秘密就藏在饱满的虾膏里。虾膏有着近似于蟹黄的特殊鲜美味。如果是光吃虾膏，你可能分不清到底是虾还是蟹。夠大隻係好有新鮮啊！新鮮好多。冷空气会持续多久？阿成心里也没有底，想着还是卖些蝦出去，降低風險，便叫來了蝦商。係啊，嗌你嚟睇睇嗰啲蝦，睇睇幾時出啊？夠大㗎啦！好炒嗰啲價錢。如果2兩頭咁貴咁咩？而家正價得24、25蚊到啫喎。杜兆華是本地最大的羅氏蝦商，有着豐富的市場經驗。雖然目前蝦價低迷，他建議阿成還是出點貨。而家有幾錢啊24蚊、25蚊到而家。咁大隻嘅喎，貴啲係嘛？咁靚嘅蝦。咁有咁大㗎，點都貴2蚊。嗱，等佢遲啲升翻幾蚊都好啊。咁遲啲應該都會有價錢嘅。就你啦，反正你係要賣你就通知我。到時微信咪，快啲俾電話你。走咯嘛。好好。俾埋啦。得，好，係咁啦，到時俾電話你。考慮了一晚，阿成決定忍痛出貨。你養夠一日子，就算蝦價便宜，都要大規格嘅出咗佢變現，然後就再繼續養小規格嘅蝦。羅氏蝦賤賣也是沒辦法，市場如此，手頭資金也要回籠一部分，才能正常運作下去。如果有畝產達到500零斤嘅，都有傳聞，即係佢蝦要需要用氧嘅，一缺氧咧就會死嘅。嗰度係攞嚟辭蝦嘅，拉啲蝦上嚟嘅笪，就放喺度揀。揀完之後呢，就將最靚、最合規格嘅蝦拉到大城市去賣，細嘅呢留翻嚟自己養。養蝦行內有句話，穿着拖鞋進去，開着奔馳出來，只要存活率高，那就是躺着數錢。阿成的大女兒在汕頭讀大學，今天回家，阿成忙完蝦塘的事，就着急奔向了高鐵站接女兒。好遠啊！喺嗰邊嚟，我都係第一次嚟嗰啫喎。放人都坐入邊。今天女兒回家，媽媽和小姨早已經在廚房忙碌了。鹽焗羅氏蝦，熱鍋下粗鹽，炒熱。鋪上羅氏蝦，下米酒提味兒，再用鹽覆蓋，蓋鍋8分鐘即可出鍋。冷鍋下油燒熱，放入羅氏蝦油煎，至焦黃撈出。熱油，再倒入咖喱，最後倒入羅氏蝦。入米酒提鮮，起鍋裝盤後，再撒上少許蔥花，一道充滿東南亞風味又兼具廣東特色的咖喱羅氏蝦就做成了。淋上秘製的蒜蓉醬。蒸熟的羅氏蝦，蝦肉開瓣，蝦膏橙黃，頓時口舌生津。幾個月不見，
大家都格外想念，只是都不如最小的弟弟表达情感来得热烈直接。女兒考試點啊？仲得啦，我覺得。因為前面喝奶茶好不好？最等最累過佢啊！蒜蓉是罗氏虾的神仙搭档，大蒜素浓烈而刺激的香味儿，与虾肉氨基酸淡雅的鲜甜，一浓一淡，相得益彰。盐焗罗氏虾的口感仿佛一缕清风，毫不油腻，海盐的咸味儿自然地融进了虾肉，飘香的酒味儿也在肉瓣之間朦朦朧朧，若隐若現。哇！嗰隻蝦攞咩煮㗎？咖喱咯，嗱，呢隻咖喱咯，好呀，咖喱。孩子们开心地享用着美味，他们并不知道虾肉贱卖。阿成和阿豪已经暗地里盘算，明年要怎么增收。他们的世界只有担当和守护，守护家庭，守护自己用心经营的一方水塘，坚信未来可期。在一个厨师的进阶路上，食材的挑选和运用不可或缺。如果说纯粹的老派的话，人家还吃不习惯，你肯定得改点口味，都是比较传统一点的那个潮汕菜。林广泽从入伍到退伍后，一直当厨师，一干就是31年。老厨师这几天想在广州做一道饶平老菜炸虾饼，却卡壳了。原因在哪儿？虾不行。帮上那路，你咪嚟咗幫掉頭啊！林师傅决定回一趟老家，寻找合适的虾。阿好是林师傅多年的好友，做了几十年海鲜买卖。他向林师傅推荐了一款当地的特色虾。今天刚好渔船有捕捞到，阿好带着林师傅来验验货。好冒上啊！其他切嘅推嚟咯，就2號啊！阿好推荐的是饶平本地的樱花虾。樱花虾又叫玫瑰虾，主要分布在台湾海峡这一带海域，通体艳红，如樱花盛开而得其美名。樱花虾体型娇小，外壳细薄柔软，如穿了一件纱衣，隐约可见淡粉色的鲜嫩虾肉。林师傅总算不虚此行，满意而归。林师傅是一家新派潮汕私房菜的主厨，店里来的都是高消费客户。为了打动他们的味蕾，林师傅在保证招牌菜出品的稳定后，经常要钻研新的菜式，变化花样。1斤面粉加泡打粉1两半，粘米粉1两，澄面粉1两，虾肉剁碎，葱花切小段，加冷水搅拌至黏糊状，倒入锅铲上，再把樱花虾放置在表皮，油炸至虾饼脱离，即可起锅。那这炸这虾饼就外酥里嫩，这个口感吃起来才好。
林师傅还有一道引以为傲的招牌菜——糖心富贵虾。这道菜对食材非常考究。明天有重要的客人要来，林师傅决定亲自去选购。这个就厉害啊！这个是1斤，最少有1斤啊。林师傅要挑的是来自泰国的极品富贵虾，标准是虾膏要满。这个大条，当然能再大一点更好，7、8两最好。有这个明天就做得好了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。富贵虾要经历冰火2重天的考验，先置入冰水中20分钟，随后又沉入沸水中定型。具体煮多少时间，要靠经验去把握，这才是形成糖心的关键一步。等虾膏处于半凝固状态，随即捞起，放入冰柜冷藏2小时以上即可。这是林师傅的独门手艺。这种做法类似潮汕的打冷，富贵虾的鲜味被完全锁住，糖心融化得恰到好处。把螃蟹蒸熟拆解，加胜瓜粒儿和干贝末，用鸡汤煮。就是蟹肉腥香，而且又够甜，加上它这个瓜，还有最主要也是这个鸡汤。最后加芡汁。起锅加几滴灵魂鸡油，一道鲜美而不失清爽的拆蟹羹便大功告成。来了！今晚客人如期而至。这个叫做糖心富贵虾。哦，糖心富贵虾，8两。在很多人眼里，潮菜就是牛肉火锅、牛肉丸、海鲜、打冷以及各种小吃。然而，这些并不代表潮菜的全貌。潮菜远不止这些。炸虾饼，里嫩外酥，焦香四溢。虾的弹牙，面的柔软，葱的清香，壳的酥脆，饱满的层次感在口腔里充分展开。再配上一碟梅子酱，简直是无敌了。先把你干掉先啊！来，要等到饭菜凉了啊！糖心富贵虾造型秀气，虾肉鲜甜嫩口，糖心绵软丝滑，一口咬下，高香鲜甜极尽绽放，特别的口感让你难以忘怀。好吃啊！当然你们都别吃，给我一个人吃。不行，这个会打架的哦。要这个什么？蟹肉羹，这是把肉蟹拆煮。蟹肉和干贝的核苷酸与鸡汤里的谷氨酸协同作战，鲜味提升了好几倍。一口蟹羹，浓郁的蟹香从爽口的胜瓜里溢出，让滋味流连忘返。干掉才行啊！身体健康啊！客人的满意就是林师傅最大的满足。林师傅说，这辈子他干好这一件事，不断干得更好，他就知足了。祖国大陆最南端湛江，你想到啥？海鲜，海鲜，还是海鲜。徐平是本地人，8年前开始经营这家饭店，做的是本地居民的生意。海边的人对于海味儿，那是骨子里天生的挑剔。花蟹、花虾是当地的特产，也是饭店的招牌菜。花蟹的学名叫远洋梭子蟹，在南海很容易捕获，北部湾也是常见，是湛江人餐桌上的大硬菜。花蟹蟹壳有粗糙的颗粒，
天蓝色的花纹像极了云朵倒映在海里，好看又好吃。徐平的嫂子也在饭店里帮忙打理。前几天，台风沙德尔刚扬威而去，海况不好，没有渔船出海，导致饭店海鲜空缺。嫂子有点着急了，没有海鮮就沒有客人。海鮮幾乎都賣晒嚟，嘅客人來都冇有海鮮點嚟，你哋咪去睇邊度有冇攞啲海鮮翻嚟，救市就得嚟。曾經下碼頭攞啲人睇下有唔有。徐平還是得親自去碼頭搶貨。草潭鎮靠海，有大港口，整個鎮都基本靠海吃飯。冇嘢啦，起風啊，冇船出去啊。因為天氣的原因，今天還是很多船無法出海，碼頭顯得蕭條，根本沒有多少漁獲。昨天沒有買到海鮮，今天凌晨4點，徐平摸黑就起了。因為他收到風訊，半夜海況好轉，很多漁船出海了。4點的菜市場開始熱鬧起來，不斷有回來的漁家前來賣貨，信息靈通人士也不斷趕來搶貨。菜市場搶貨，徐平是老手，先確定戰略目標，打贏幾個局部戰爭，下手快準狠。遇到對手沉着冷靜，頭腦不發熱，迂回再迂回，2個小時下來，大捷。今天飯店終於補血成功，恢復了往日蓬勃的生命力。下午不斷有客人來吃飯。同時300多位客人到店，這數字接近平時客人的3倍。店員忙得連喝水的時間都沒有了。這是豐收的一天，大家都超負荷工作。徐平決定給大家加菜。花蟹拿冰水鎮後，無需別的佐料，不加水，乾鍋大火燒15分鐘，花蟹遇熱排出體內多餘水分，水遇熱成蒸汽，利用自身的水分來把蟹蒸熟。這種極盡簡單的做法是草潭漁民獨有的烹飪方式。他們認為這樣做的花蟹才最為原汁原味，最為鮮美。花蟹斬斷，蟹肉潔白透亮，猶如玉石。過油鍋至焦黃撈出。熱鍋下油，下大蒜、薑片爆香後，倒入炸過的花蟹翻炒，便可出鍋。人走了，晚上9點後，徐平和店員們才開始吃飯。跟住好多人，跟住好喝，挺好喝的，花蟹肉潔白晶瑩，勝似白魚；花蟹腿絲短纖細，味同干貝。無任何佐料且不加水的乾鍋花蟹，食其本味，一向是對這種美味食材的最高禮遇。nhưng mà ha một má nhẫn dạo này thì thường mà nó mà 炒花蟹又別有一番風味，薑蔥和辣椒都融進了蟹肉裡，花蟹本身的鮮顯得鶴立雞群。儘管多種味道混合，但輔料絲毫沒有搶過主料的風頭。花蝦肉質飽滿彈滑，配以西芹的脆爽、百合的清香，再附加一絲微微的辣，十足的下飯神器。
徐平自嘲说：“这就是餐饮人的生活，起得比鸡早，干得比牛多，唯一吃的，那确实比猪要好多了。但客人多，生意好，总是高兴的。”食在广东，味在汕头。提起汕头，感觉就是3个字：吃吃吃。林希生在汕头的一家网红餐厅工作，已经10几年了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都是做着同样的事情。呢條內地話蒸嘢膠啊！招幣菜就龍宮之首。咁滷水食唔食啊？食啊。生活不能一成不变，希生觉得学一门手艺，老来防身，总是稳妥些。最近动起了转岗做厨师的想法。每次忙完手头的事，他就会守在厨房偷师。郑彦斌当厨师18年了，专攻潮汕菜。希生这就打上郑彦斌的主意了。希生和郑师傅学习了6个月后，郑师傅要考核3道菜，希生有点紧张。从汕头东海岸公园出去10几海里，这片海域就有虾蟹出没。渔家谢月河是希生的老朋友了。这次希生要新鲜的红蟹和沙鲈虾，特意拜托谢月河出一趟海。因为这里是陆地的淡水出海口，咸淡水交汇处，黄金7度水中所产的海鲜最是鲜美。来，抬脚，抬脚。打捞当日最新鲜的沙鲈虾和红蟹是通关的基础。海鲜新不新鲜，螃蟹有没有打痒，都逃不过汕头人那一张张刁钻的嘴。林希生今天起了个早，去选购食材。哎呦，这要好货的时候，就是自己要去采。喂，可以啊，我可以不？我这啊。这沙鲈虾呢，像这么大的很少的，100多1斤。年高年了，高多少？绣斑鲟，俗称红花蟹，体侧没有长长的鳍，壳上纹路像极了绣斑。2只格外威武的大钳子，一副随时准备迎战的样子。红花蟹为梭子蟹中的上品，肉质口感非常出众。由于难以保鲜和长途运输，价格不菲。沙鲈虾是汕头人的叫法，长得跟沙虾很像。汕头人认为沙鲈虾是纯野生，虾肉的鲜美度和紧致度更高。吃不吃得出来，就看你自己功夫到没到家了。郑师傅考核希生的3道菜：冻红蟹、沙律金丝虾、蒜蓉虾。红蟹放入冰水20分钟，冻死。活的下去煮了，它久呢，这就会断掉。开锅烧水，放入葱、姜片、盐、白糖。水沸腾后，改中火放入红蟹，煮20分钟后捞出，再装入冰盆。冰水覆盖蟹身1小时，一道冻红蟹就做好了。白肉如羊脂玉般晶莹洁白，令人不忍入口。
沙律金丝虾的做法比较复杂，油温100度后放入土豆丝煎炸，在香炸粉中打入鸡蛋，加水搅拌成黏糊状。沙卢虾去壳后开边，裹上这一层浆，放入低温油锅煎炸。沙拉、炼奶、牛奶一起搅拌，裹在刚炸好的沙卢虾上，表面再覆盖炸好的土豆丝。这道沙律金丝虾就做好了。沙卢虾开边，放上蒜蓉，入锅蒸3分钟即可。撒上葱花，淋上热油，开边蒜蓉沙卢虾就成了。终于要面临主考官们挑剔的品菜关了。蟹肉的鲜来自于丰富的氨基酸，氨基酸在摄氏16度至120度之间时，都能产生鲜味儿。温度越低，分子结构越稳定，吃起来就越鲜。冰镇让蟹肉降温，硬是把一个鲜字发挥到淋漓尽致。沙律金丝虾，一口下去，外层酥脆，内里软弹，在舌尖上潮涨潮落，形成丰富的味道层次。半年的努力没有白费，牺牲这一次的考核顺利通过。牺牲说，他最大的愿望是能拥有一家自己的餐厅，自己为自己掌勺。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，爱拼的人运气大都不差。山珍海味早已从过去帝王贵胄的筵席走进了寻常百姓家。虾兵蟹将的盛宴从来都不缺好食者。行走在虾蟹江湖，感验的不仅仅是自然的馈赠，更是人们用巧思和经验创造的鲜美之道。广东卫视美好生活